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实习。你在这儿实习？对。你在这儿实习，他偏偏在这个时候病，偏偏就住进你这家医院。你想干什么？这只是巧合。巧合？我看你们俩中间至少有一个是故意的。你大概是误会了，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进去，你们俩当着我的面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跟你们毫不相干，有什么可以说清楚的？莫名其妙。都在这儿撞上了，还敢说毫无关系？这是医院，少废话，进去！你太过分了！过分的是你们，今天绝不会放过你。有本事你像几年前一样和我再打一架呀！易容，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丢不丢人啊？赶紧回去啊！对不起啊。怎么？是你？哟，还假装刚见面呢，别在我面前演戏了。请大家都冷静一点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回房间说，不要影响别人休息。他们俩原先就不清不楚的，结婚前答应我好好的，以后绝不再来往。现在是什么？多刻意的安排，简直天衣无缝，无耻！我说你别瞎猜好不好啊？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回事。我再说一遍啊，这里是医院，有什么事情回房间说，还有很多其他的病人都在休息，不要影响别人，可以吗？请回去。好好好，你给我进去，进去！丢人，丢人！来，你也请回吧。你要是再敢出现在这间病房，别怪我不客气。怎么回事，何凡？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司马老师？你要干什么？这是你的白衣，你是个医生。他已经弄脏了。没关系啊，弄脏了可以再洗干净了。可有些东西是洗不干净的。哎，请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司马老师？谢教授，您认识龚凡医生吗？认识。那我问句题外话，您妻子是不是跟他有什么过节？这是我们的私事儿，和我老公的心脏病没什么关系了。
龚凡是由我带教的实习医生，我有义务保护我的医生在行医期间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刚才你对他无缘由的进行指责，已经构成了对他的伤害。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而你必须要向他做出郑重道歉。司马医生，你对属下的保护也太过分了，是不是你跟他有什么不一般的关系？叶荣，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上你没资格批评我。我还真没有义务来回答你这种无聊的问题。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我请你记住，这里是医院，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无理取闹的地方。司马医生，你以为全中国只有你们这家医院能治心脏病吗？老齐，我们换个地方。我不换。你换不换医院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考虑到你丈夫的病情，认真想一想以后再做决定。我们夫妻的事儿不用你管。戚教授，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对龚医生构成什么伤害。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医院出面的话，可以随时找我，我负全责。我要跟您说的就是这些，请您慎重考虑。什么态度？什么医生？哎呀，你闭嘴吧！对不起啊，司马医生。我是什么医生我自己清楚，我不想听到你任何评价，也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你需要做的就是随时注意齐教授的病情，配合医生，直到手术成功。明白了吗？都是你安排好的，是不是？故意在燕达医院旁边的饭馆吃饭，犯病了，你就能顺理成章地见到龚凡了，是不是？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呢？你瞎说些什么呀？我和龚凡早就没有了来往，这你是知道的。我这次犯病住院，纯属是意外中的巧合，没有人故意安排呀。就算是故意安排，恐怕也安排不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就别多想了，不要再难为人家，好不好？听听，说了半天全是为你们俩在开脱，我受够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蛮不讲理的人。现在说我蛮不讲理了，当初你怎么答应的我，你都忘了吗？要不是我父亲的安排，你能留校，你能当教授，你能有今天？想想你当初都答应过我什么？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别在这儿跟我装了你！老齐，老齐，你不是真的吧？老齐，医生，那不是我，老齐，你别吓我，医生哪里不是我。齐大人的支架不做不行，这次手术会存在很大风险。我知道。还在生气吗？谁生气了？
我才不生气呢。那就好。我希望你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全力以赴，注意力集中，不要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因素。请不要对你并不熟知的事情发表任何评论，可以吗？对不起，那我收回刚才最后的那句话。谢谢。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麻醉。龚凡，对不起啊。请你不要讲话，我们要进行麻醉了。开始吧。有事吗，孙老师？能跟你谈谈吗？你想跟我谈什么？哎，你答应过我的，你要对我解释。我是答应过，但我说的是以后。我呢，只是希望你在实习的这段时间里，尽可能不要遇到一些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如果实在是不可避免，也要把这个负面的影响缩小到最小的限度。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明白。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冷静冷静。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想我能帮得到你的。谢谢。您能跟我说这句话，非常感激。不着急，事实上我什么都没做呢。你已经做了，你给了我勇气。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去祁道然的病房。我想的正相反。为什么？因为你给了我勇气啊。苏医生，哎，怎么？张国生的乡亲来送锦旗，院长请您去一下。不必了吧？让院长一个人应承这么多患者亲友，不大合适吧？您看呢？好，我知道了。好，那我走了。哎，王秘书，哎，跟你打听点事儿。好。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你跟龚凡熟吗？龚凡的事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那件事闹得很大，听说龚凡还因为跟吴月荣动了手，学校要给处分。后来有人站出来证明是吴月荣先动的手，处分的事儿才不了了之。大家都那么说啊，祁道然想留校，竞争特激烈。当时吴月荣也一直追祁道然来着，那人从小就被惯坏了。在学校里是一个动不动就称王称霸的人物，虽说他专业上、形象上，包括性格上、做人上，都比龚凡差远了。可吴月荣的父亲当时是副校长，主管留校这一块儿，您想想会是什么结果？明白了，就是祁教授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把龚凡抛弃了呗。这年头两个人分手，谁抛弃谁呀？祁道然要顾自己的前程，这说出来也不难理解。人家吴月荣那些方面不如龚凡，可有些方面可比龚凡有手腕。听说他跟祁道然是奉子成婚。这么一比，龚凡可就不是对手了。不过这件事大家还是同情龚凡的人多。是。施万医生，您问这么多干嘛呀？
这2天病房里有点事儿，你应该也听说了。对啊，我呢想多了解一下情况啊，以后碰到什么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有个思想准备。院长了解这件事情吗？叶院长那人您还不知道，听说归听说，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到他桌面上，他就会民不举，官不究。当领导的嘛，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没错，应该。好，那我基本上了解了，谢谢你。我已经对你宣布过，你居然还敢到他病房里来，想挑衅呢？我是这里的医生，这间病房归我监控，我当然有权进来。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绝不允许你在我工作的地方随意损坏我的名誉。你要为你的过失当众向我道歉。呸！看见你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司马医生，病人家属跟龚医生吵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你必须为你说过的话负责任，我会记住现在发生的所有一切，这里的人也都可以为我作证。我要起诉你。起诉我？太客气了吧？倒不如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你把事儿多凑点，一块儿找出来什么？玉茹，玉茹，你是干什么呀？别走！玉茹，你要干什么？这有什么？这警察。局长。司马老师，听说有人跟巩凡动手，谁这么胆大？人在哪儿啊？当医生的是给人治病，不是随便让人打。穿着白大褂欠人就打，那谁还敢当医生啊？闭嘴！累了吧？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不累。不累？怎么可能？我都累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机器人呢？司马老师，能跟您谈谈吗？现在？好，坐。我先给你提个醒，生活当中有一些片儿啊，该翻的就得毫不犹豫地翻过去，不能让有些事情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说是不往心里去，可心里的不舒服，谁也代替不了。身体再累，也比不上心累。我觉得这些事情发生的挺好。来，辛苦半天了，喝点饮料。哎呀，下不为例了，好不好？每次手术完了多送饮料，你送得起吗？事出有因嘛。啊？一来呢，给咱送饮料的又来了，送了很多饮料，让我赶紧给大家发完；二来，我为我刚才的不冷静道歉。那这得喝。接着，我不渴。哎，你这喝的不光是饮料，你喝的是对任秋的认可。接着。谢谢。谢谢司马老师，我觉得您越来越和蔼可亲了。得，你别说了，我知道我说错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您现在和蔼可亲，原来就不和蔼可亲了。我想说的是，您以前就很和蔼可亲，现在更加和蔼可亲了。你看一个简单的道理，你要非得说的那么啰嗦。行了，你打住吧啊，赶紧去。哎，那我先去病房了。饮料太甜啊，加点水才好喝。谢谢。您刚才跟我说的话，我会记一辈子的。哎，我觉得你的名字叫巩凡啊，其实你这个人特别不平凡。走，去我办公室，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你
我不信。试着洗了洗，拿着看看，干净不干净？人面对很多事情啊，首先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了就没有洗不掉的东西。哎，怎么了？机器人还流眼泪啊？好了，不哭啊。要理智一点啊！我们现在上着班呢。喂，院长，是我。知道，我马上就来。都来了哈，把大家都叫来，是因为病房里发生的那件事。事情的过程我都知道了，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现在那位姓吴的患者家属执意要把事情闹大，通过关系联系了不少家媒体，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把大家叫来就是商量商量这件事，然后再做处理。我觉得这件事情先要把责任分清楚。我在没有了解整个过程的情况下，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首先责任在我身上。司马老师，龚凡是因为服从我的安排才去的祁导然的病房。他开始的时候还有点犹豫，后来我执意要求他去，他才去的。所以，我觉得责任在我。我们医院在社会上有一个整体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个形象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愿意接受医院给我的任何处理的决定。同时，我希望院长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顾虑。院长，坐下说。院长，司马老师是为了保护我才出手的，就算是要处理，那就处理我好了，不能处理司马老师。当时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形，作为医生，对于患者的不冷静，我们都要忍耐。这没办法，这是我们的职业必须要求我们这么做的。好了，你们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工作，院里会做处理的。在院里没有处理结束之前，你们任何人不要和患者和患者家属再正面接触。记住，院里不会不伸张正义，你们不要节外生枝。都清楚了吗？好，你们先回去吧。司马、四行，你们留意一下。哎，喂，是孙律师吗？我是吴月荣，今天是咱们约定的日子。好，好，没忘就好。再见。月荣，你不要再折腾了，行不行啊？不行，我没那么好欺负。孙律师今天会来找我，等见面的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心里得有个数啊。帮不上我也就罢了，别给我添乱。吴月荣，你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我就和你离婚。跟我离婚？
花，等着我们呢。院长是怎么决定的？哎，刚才你们不都听到了吗？讲出事实，摆出道理，说清利害，以理服人。等对方的律师摆明了态度，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准备。司马老师，我们3个也商量了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听听？好啊，来，都坐下。是这样，从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来看，齐道然在饭馆里面突然发病，首先是我们的医生对他尽到了人道主义的天职，其次呢，是在吴月荣大闹病房对我们的医生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肆意诋毁我们医生名誉的情况下，我们的医生仍然置自己的荣辱于不顾，全心全意地救治患者，把这些事实先摆出来啊，然后明确地告诉对方律师，我们也准备起诉吴月荣。如果他说，哎，我们不怕起诉，那就跟他打官司呗，反正咱们有理，还怕他呀？打官司的结果就是给吴月荣越来越多闹的机会，是吧？他闹下去，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水啊越搅越浑，啊，到了最后两败俱伤，不得不收拾残局的时候，你说损失谁最大？无论是从工作上、精力上还是身心上，都是我们损失最大。那也不能妥协呀。关山，没有人说要妥协，你们刚说的都是事实，可是都不是对方的软肋。院长不是说了吗？要我们动脑筋。我认为呢，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考模式，不能按照对方设计好的路子往下走，否则我们越来越被动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态度还有观点，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对方的软肋在哪儿啊？她自顾自的，无理取闹，连她丈夫的性命都不管。如果让媒体还有法庭知道她是这样的人，谁还帮她说话？这还不是她的软肋啊！但愿吧，但愿这事儿能够画上一个句号。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想太多啦。用你的话说是什么来着？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觉得他要是还这么欺人太甚的话，没必要忍着。任秋，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不要跟傻瓜吵架。你跟傻瓜吵架，容易让旁人分不清到底谁是傻瓜。那您这意思，我跟他吵架，我成傻瓜了？我哪能是傻瓜呀？对呀，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遇到一点别人都遇不到的事儿，不一定是坏事，啊，有可能在我们人生整个经历过程当中，都是一笔财富。要记住哦，冲动是魔鬼。您好，叶院长，我的当事人是贵院心胸外科住院患者齐道然的夫人吴月荣，她就齐道然的病房发生的医生跟患者家属动手一事，委托我向贵院及当事医生司马伯明提起诉讼。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呢，就是要调查这件事儿，希望院长先生能够积极的配合，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解决这起医患纠纷。我想，我来这儿的意思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吧？清楚，您表达得非常清楚。坐下说，坐下说不要紧吧？啊，请坐。不用了。孙律师真是严谨之极呀。其实您喝一口我们医院的水，并不影响您的当事人对您的信任。我知道叶院长您在跟我开玩笑，您是想让我们的谈话气氛更加的轻松一些。我理解，我们还是说正事儿吧。好的。你不是去找律师了吗？对啊，孙律师来了，去他们院长那儿了。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样了？司马医生救了我的命，
你不感谢人家也就罢了，你还要打官司去告人家。你说你这个人还到底讲不讲一点道理呀？救死扶伤是做医生的本分，他们碰到这事儿，出手抢救是天经地义的，不出手那才要好好说道说道呢。你这件事儿上还给了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呢，这事儿不光我们得谢他，他还得谢我们呢。再说了，他们依照职责救了人，就有资格伤害别人了吗？谁给了他们伤害别人的权利？我受到了伤害，我有权讨公道回来。您说出的来意，我确实非常清楚了。可我们医院里发生的情况，孙律师并不清楚吧？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是怀疑我的当事人没有把全部的情况如实的告诉我？不过没关系啊，我来这儿就是要了解全部的情况。请您不要刚开始谈话就想方设法，企图动摇我对我当事人的信任，这很不好，叶院长。我没有您说的这个企图，因为有事实在那儿放着。这样吧，为了打消您的敌意，我来换一个说法。如果在这里发生的情况，您并不完全清楚，那由被告一方来进行对事实的全部叙述，使您能够全面了解情况。我想对您来说，这并不违反律师守则中有关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规定吧？当然不违反。在我还没有提问之前，您就要把您掌握的事实完整的告诉我，是这样吗？您对我的话还是有顾虑。您是做律师的，您当然知道，诉讼对方所掌握的情况、事实，甚至是证据，尤其是对自己一方有利的事实和证据，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绝不能被对方掌握，并且成为对方攻击自己一方的有力武器。可我现在已经准备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向您和盘托出，您又有何顾虑呢？叶院长，您以前也做过律师吗？没有，我一直是个医生，后来做了管理工作，从没当过律师。走上领导岗位以后，确实经常跟律师打交道，仅此而已。我认定一点，无论是我这个做院长的，还是您这个做律师的，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事实说话。那就说明我们之间是有可以进行沟通的前提的。我这么说您不反对吧？在我律师生涯当中，敢一上来就把自己的底盘全部亮给对方律师的，您是第一位。在我做院长的任期里，经常和患者沟通，经常和患者家属沟通，但是和一位要把我送上法庭做被告的律师进行毫不掩饰的沟通，这也是第一次。你愿意做这个第一个人吗？那好吧，就让我们开始我们双方的第一次吧。好。你现在要跟人家打官司，难道不就是因为我吗？啊！现在律师来了，你都不让我见，你想干什么呀？啊！一手遮天啊！你要见律师？对。为什么？事情的前前后后，我都是亲身经历者。律师既然来了，要找我了解情况，他还能找别人吗？我看你是教书教糊涂。你要见律师，太可笑了。哎呀，是我要打官司啊，不是你要打官司。你有什么资格见律师？见律师？哎，不可理喻。齐先生，有事吗？护士小姐，我不能动了，柜子里我手机，请你帮我拿回来。好，你等一下啊。是这个吗？谢谢。
向我。你找律师，我也找。心胸外科的2位医生，司马伯明和韩子航，他们工作在第一线，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由他们来向您讲述当时的情况，您看可以吗？司马伯明，对，连带被告司马伯明。可以，当然可以。他是我要讯问的第一对象。他们在等着您，王秘书带您去，请吧，孙律师。好。再见。干嘛呢？我俩在这不等着呢吗？成心呢？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怎么就急上了？什么情况呀？对方律师跟司马老师跟韩医生正谈着呢，我扒着门缝听了听，里边心平气和的，估计没什么大事儿。一个律师，2名主治以上医师，谈个话能大呼小叫让你听见呀？我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要觉得不过瘾，那你自己去呀。任九，你什么态度啊？我什么态度？我还没耍态度呢，你们俩盼我去打探情况，还在鸡蛋里挑骨头，你们俩怎么那么难伺候啊？啊！哎，你瞧，他那讨厌劲又上来了，我们俩可烦着呢。谁不烦呢？啊！行，你们俩别争了。我想好了，不管是什么结果，被告败诉也好，道歉声明也好，经济赔偿也好，我都接受。只要是不连累司马老师就行。哎，这话可不应该是从你机器人龚凡嘴里说出来啊！一想到不连累司马老师，你就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都不管不顾了。你承担就能保证司马老师不受连累吗？你可别忘了，现在是咱们占理，占理就能打赢官司。只要你把官司打赢了，你想想还能连累司马老师吗？对不对，机器人龚凡？哟，他还真说出点道理来了。你们放心吧，这天是塌不下来的。天要是真塌下来，那不还有个儿高的顶着呢吗？又拼上了，你又不算个儿高的。哎，龚凡，我到办公室看一眼去，你等着啊。哎，我也去。哎，你们俩什么意思啊？就剩我一个人啊？哎，切！你们俩以为我是那种怕冷落的人吗？我们开门见山吧。我劝你放弃，不要坚持起诉，赢不了。什么？你是我请的律师？你在替谁说话？我是你请的律师，可我既然接了这个官司，就要帮你打赢它。明知道不能胜诉，我们却硬着头皮打下去。天底下可能有这样的律师，但那绝对不是我。况且，你没有把全部的情况和想法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打赢这场官司？我怎么没全告诉你？全都告诉你了。我不明白，作为一个妻子，你跟掌握自己丈夫命运的医生过不去，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难道真像学校传闻的那样，你想通过这种虽然极端，但却不会引起对方怀疑的方式，达到其他目的？你简直血口喷人！
说这话的不是我，所以你的恶劣态度我不会往心里去。但我真想不明白，你连你的丈夫都不让我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所以我才想，你没有把全部的想法和情况告诉我。我就是全部告诉你了，没有其他想法。你不用考虑医生会在老齐身上进行报复，大不了我们不在这家医院治了，我们换地方。转院的事儿谁也拦不住你，不过作为律师，有3点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以你丈夫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转院那通折腾？到了任何一家医院，还得从头检查一次，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谁也说不准。2，不管你走到哪儿，都得进医院，都得找他们的同行。你人没到，可是你的大名早就先到了。谁会心里毫无障碍地接受一个不断跟自己同行过不去的人？这以后别人对你所做的一切打没打折扣，谁也说得准呢？ 3，你丈夫已经确诊为心脏病，属于危重患者，而你坚持转院，不是因为这家医院治不好你丈夫的病，而是因为你跟这家医院的医生有过节。且不论谁对谁错。 仅从因为你的原因而让你已经是危重患者的丈夫转院来评判这件事儿，在任何人眼里，你都是一个只顾自己痛快，却连你丈夫死活都不顾的人，谁会同情和支持这样的人呢？你想吓我？我只不过从局外人的角度，或者是对方的角度，帮你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你要是连我这番话都听不进去，别人会说你好赖不知，或者叫做 不知好歹，而我却一边跟你浪费口舌，一边坚持做一件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事儿。我刚才说了，这样的人可能有，但绝对不是我。好了，今天我只收咨询费，就谈到这儿吧。等等，谁遇到这样的事儿能没脾气呢？ 心里头有气，气话总得让人说2句吧。那你想怎么样？事情到了这一步，听你的。为了你的丈夫，你必须向对方医生道歉。让我向龚凡道歉？我不。我是让你向对方医生道歉，而不是让你指名道姓向某位医生道歉。 我可以向医院方面道个歉。谢谢你的通情达理和配合，等我消息吧。过程我就不说了，我只说结果。对方律师呢，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后，他希望双方都用理智的态度来面对整件事情，不应该故意扩大事实，因为他的当事人的确有些不冷静，还有不理智的情况发生。他代表他的当事人向院方道歉，他们也不准备对此事起诉，整件事情和平解决。 就这么就完了？是他先动的手哎！对方已经道歉了，道歉了，你懂吗？你想诚心把事儿闹大是吧？这有什么好处？司马老师不是说过了吗？对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吸取教训。司马老师已经说过了，不要跟傻瓜吵架，否则外人看上去分辨不清谁是傻瓜。你，快当傻瓜了！我才不当傻瓜！ 同志，俺保密。幸好工种了吗？啊，他们叫俺来找你，啥工作都行。
我看你还是选一种吧。选好了，我好给你这登记表啊。俺都想报。都想报？啊，这个不成，还有那个，那么多工种，总有一个能考上来吧？要是都没考上也就算了，要是都考上了，你是不是只能选择一个呀？那时候再挑一个最好的呗。哦，我明白了，你先当站住，然后再挑选。对，那你得交4份报名费。啊？这都是你们挑出来的。咱们这次总共招20人，今天来参加复试有40人。你继续。下一个。下一个，王菊香。俺在。王菊香，在你报名的时候，为什么报2个工种啊？是啊，一个不成，还有另一个。你还倒挺懂得风险分担呢。那如果2个都不成怎么办？那俺就再报再考。那2个要都成了呢？那俺就挑一个，选一个离病房最近的。为什么要挑离病房最近的呢？离病房最近的工种最重要。为什么离病房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呢？我认为只有工作分工不同，没有重要不重要之分。俺认为你说的不对。哪儿不对啊？这里是医院，医院都是给病人看病的，要不要医院干啥？医院里谁最重要？俺认为病人最重要，对不对？你说的不错，病人是最重要的。那不都对了吗？医院里病人最重要，那离病人最近的工种就最重要呀。这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好了，你可以出去了。啊？你不要俺呐？王菊香，让你出去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表示你的复试到这就可以了，出去等通知吧。爸，你等半天了吧？没有，我刚来。我们新来这个老师总是拖堂，我们都意见大了。拖一会儿怕什么呀？老师多讲会儿，你多听会儿，长知识啊。感情都在教室里的不是您。好了，不提你们新老师了。咱们坐会儿就好。好啊，我有个地方。你带路啊。走。等等我。嗯。还是老样子，多加一杯咖啡。好的。爸，我给你点的是咖啡，我妈不让喝咖啡。没怎么，看看你啊。喝。看见这道疤，心里就
干嘛？我都忘了。你忘了，可是我忘不了。我记得那会儿你是在幼儿园上中班的时候，是吧？我因为手术去接你晚了。到幼儿园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外边还下着大雨。你老远看见我过来了，你就哗撒丫子就跑，你看跑急了吧？摔了，留这么个东西。哎，爸爸总是在手术，不能让人来接我，我早就习惯了。只不过那次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可是你妈妈这一辈子就为这事儿，她是原谅不了我。爸，这东西挺好喝的，你也喝一口吧。安慰我呢。是不能喝。爸，你想过再建一个家庭吗？你怎么问这个呢？我想知道我长大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归宿。真成个大小伙子了，你能跟爸爸讨论这些问题？您为什么不回答我？以前那些年没打算，现在也不打算。那以后呢？以后还不知道。太好了，那您能跟我妈妈重归于好吗？这个，我妈妈这些年也没有想再建立家庭，她一个人带我特不容易，好多人都给她张罗过，从来没有答应。你妈的确是挺不容易的。我想我妈妈心里一定还存着一丝希望，除非您跟别人结婚，要不然她会一辈子一个人守着我。你妈妈没有重新组织家庭，这并不意味着我跟她就能重归于好。这件事情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把我当作仇敌。那您呢？您觉得我妈妈是仇敌吗？当然不是。那跟我妈妈重归于好的事，您想过吗？您为什么不说话呀？您要是想跟我妈妈重归于好，我妈妈那边我来说服。你能说服得了你妈？我能，起码我愿意做这件事。小超，爸爸觉得你现在学习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跟你妈妈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操太多的心。一来我担心会影响你的学习，二来这的确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儿。我跟你妈妈就像你的那个书本，那一页已经被翻过去了。那如果是我求您呢？你求我？对，爸，现在是我求您这件事儿，您愿意满足我这个愿望吗？让我试试好吧？赵医生，你把急诊那个赵旺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院长。赵旺，今年7岁，家住三河县赵家营村。几个月前在我们医院看过病。我想在座的有人知道这个小患者。司马，这个手术是你做的吧？对，是我做的。这个小患者的情况我了解。当时做过诊断，确认赵旺患有法勒氏5联症。这种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几率大约是10万分之1。当时司马医生已经成功的对赵旺的心脏做了减震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对于赵旺的病情而言，还没有起到根本治愈的作用。
这个患者的心脏一共有5处是需要修补的，应该是第1次手术完了以后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做第2次手术。可是赵旺的家长没有给他做第2次手术。如果当时能够一鼓作气的话，也许现在已经完全彻底的治愈了。您为什么没坚持？不是司马医生没坚持，是赵旺的父母坚持不再做了，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情况发生。那赵旺的父母为什么不让孩子继续手术呢？这不是明摆着吗？钱呐！这手术要全做下来得花多少钱呢？这孩子他们家又是农村的，家里就是再有钱，也支撑不起这么大一笔手术的费用，是吧，院长？任秋说的不错。第1次手术，他们家全部积蓄全搭进去了，还借了不少债。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已经没有能力再承受第2次手术的费用了。现在赵旺的父母决定再做手术，已经把手术方案和进行手术的权利交给了我们。这次经过检查，赵旺的动脉血和静脉血已经混杂在了一起，所以血液中的含氧量严重不足。今天在这里，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确定手术方案。司马，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我想应该先把患者的心脏温度降低到25度，然后注入高钾溶液，阻断心脏血流。这个时候，患者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然后我们采用体外循环的方式，继续支持它。如果这些都顺利的话，就可以进行第2次修补手术。如果大家通力合作的话，我想把握应该在80%。大家什么意见啊？司马医生的手术方案非常的大胆，虽然在我们的医院没有先例，可是我认为是可以成功的。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看法，就按司马医生的手术方案确定。等一切工作做好之后，就安排手术时间。院长，我能不能提出这次手术的联手，请子航？好啊，你们2个联手，成功的几率就更高了。子航，我当然愿意了，谢谢师兄，谢谢院长。确保这次手术成功，进一步使我院在业内提高资质，这个影响不亚于傅洪波手术的成功。所以我希望各科室积极配合，严肃严谨的工作，确保这次手术成功。大家清楚吗？清楚。我还要再说2句。赵旺的父母为了给孩子看病，把房子都卖了。